手拿一组 Power Functions 动力套件，我们会用它做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为各种车辆加装动力方案、转向、行走，甚至是遥控的变速箱。当然也少不了工程车的各种机械动作。其实早在2007年 PF 诞生的那一年，乐高就向我们展示了它的多面性。PF 首发年的几款产品中，我们看过了可以拼成电动的塔桥、塔吊、摩天轮的 Creator 3合1系列的4957，也看过了机械组首款全遥控的推土机8275。今天我们就补上这第3套产品，同样是3合1系列的4958怪物恐龙。大家好，欢迎来到专家号。这个积木来自粉丝独步青云666，我们也会按照当初所说，评测完成之后附送一套我们评测过的已停产的积木一同寄回。附送的积木先卖个关子，我们会放在结尾处。如果8275代表了传统机械组的工程机械传动，4957代表了结合小颗粒模型的建筑功能演示，那么4958这只恐龙就一定代表了仿生方面的动作还原。4958有接近800个零件，零件数量在全部 Creator 3合1的产品中排名第14，当年也绝对算是大套组，机械组零件的比重非常高。关键是它提供了一整套遥控的 PF， 一个电池盒，一个接收器，一个遥控器，一个 M 电机，一个 XL 电机，一个发声零件。发声零件可以发出恐龙嘶吼的声音，当然它也仅在4958上出现了一次。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些 PF 零件来为一些机械组模型做遥控化改装了。4958的3种模式都与动物有关。C 模式是一只可以爬行的鳄鱼，尾部通过几个模型来自1976年的古董级铰链板做成，活动起来非常灵活。这种铰链板我们在一些城市组中也经常见，比如7631的铰接盘。它的行走主要还是靠常见的偏旋轮结构，像不像是蒸汽火车车轮的曲柄滑块机构呢？通过两侧曲柄位置角度的差异，它实现了两侧交替往复运动的效果。但实际上，这个和真正的鳄鱼爬行的步态还是有较大区别的。而嘴部的一个梁做到了嘴部在爬行中一张一合的效果。B 模式是一只可以移动的蜘蛛，这应该是4958 3种模式中最简单的一个。它就是用2个电机分别控制两侧车轮，进而控制蜘蛛的行走。但 M 电机和 XL 电机的转速差距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用一组齿轮来进行了调速，但实际结果也无法保证两端转速完全一致，所以蜘蛛在2个电机全开的时候还是会转圈，并且我们也很难精准控制蜘蛛的行走轨迹。A 模式的恐龙肯定是最复杂的一个模型，它也是唯一用到所有 PF 零件的一款。M 电机和 XL 电机分别控制嘴部张合与行走，头部的发声零件有一个触点，嘴部开合到一定程度之后，触发触点就会让恐龙发出嘶吼声。行走依靠的仍然是偏旋轮结构，这又让我想起了刚刚评测过的75979海德威。这种结构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积木中都极其常见。本质上，恐龙行走并没有直接驱动两侧的腿，而是内侧的一组连杆。这个连杆中关键的梁上下往复运动，就通过其他连杆最终拉动两条真正的腿，做出比较仿生的行走动作。
尾部和 C 模式的鳄鱼一样，铰链会随着恐龙行走产生比较大的甩动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这3种模式都还比较巧妙地将电池盒和接收器容纳到模型之中。其实这里也能看到乐高当年设计的这组红外套件，确实需要比较大尺寸的模型才能与之配合。至于为什么当年没有设计成类似咔哒等国产积木那样将接收器放入电池盒，我能想到的就是为了尽可能的模块化，以及让遥控产品产生额外的高溢价。我还很意外的在 Rebrickable 上找到一款4958的 Mock， 在交通工具类模型之外 ，PF 还能做什么？4958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示范。2007年首发的这几套用于推广 PF 动力套件的产品，都有一些试验性产品的意思，尤其是这2套 Creator。他们都不敢说能代表一个成熟产品的最终形态，但对于后续结合 PF 的产品开发却都有着非常大的意义。例如创意高手系列的几个游乐场产品、翡翠之夜火车，以及各种支持快捷电动化改装的小颗粒模型。不得不说，他们对后续产品的启示要远胜过他们自己所展现出来的姿态。铺路人也许就是对这几套 Power Functions 首发产品的最好的赞扬。最后，我们按照约定附上我们回赠的积木，我们评测过的来自1999年的乐高机械组8444。再次感谢独步青云666，以及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谢谢。这里是专家号，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